大家好，据说万寿菊有驱虫的效果，可以让作物生长得非常好。看到这么茂密的杂草，好像很有道理。不过这些杂草是下雨后的遗祸。气象预报梅雨季节大约还有10天会到，为避免一发更不可收拾呢，便开始加速除草与避免长草的措施。目标是10天内将菜园修整干净，也是验证一些降草措施的机会。在除草之前，得加大堆草槽来提高除草效率。将堆草槽附近的杂草割除，先继续往上堆。高大的杂草除完，进行加大堆草槽之前，土壤表面除了大量的养分外，也有不少的草籽。将这些疏松的养分与草籽先刨到一旁，才进行加大堆草槽挖掘。堆草槽挖掘的位置，就效率而言，不建议挖掘在角落，除非是因为美观考量。个人也不建议将堆肥草摆在角落，因为摆在角落只会让人需要移动的距离拉到最大。天气这么热，除非是要刺激流汗的效率。而这挖起来的土壤用途，可以拿来给需要垫高或是加大的菜床使用。所以在靠近需要土壤的位置设置堆草槽，也是不错的选点。现在挖起的这些土壤，也是顺道要加高加大一旁的菜床。由于地下水位下陷的太严重，图个省事，就顺道将靠近水池旁的菜床加大，在走道宽度不变下，顺道会内缩一下堆草槽这侧的菜床宽度。虽然感觉有点累人，不过1年调整一次，算是很可以接受的工程。每次的微调修正，除了是因应环境变化，也是要让未来更轻松。更长远一点，是让接手的人有前人种树，后人乘凉的感觉。不然愿意下田的人真的是越来越少了。挖掘完毕之后，先回填刨在一旁的表面土壤，而这样将土壤挖走，形成一个大洞，该如何处理？会有此疑问，想必是受到质量不灭定律影响。质量要守恒，有个前提是在封闭空间下。现在大地上的杂草可是受到外在天地水分涵养而成，自然有办法转化弥补上空洞里的缺土，甚至还会希望凹洞填满的速度可以慢一点。毕竟杂草生长的速度实在太快了。纵使空间等不了，让大自然慢慢转化堆草槽，可以用堆肥草的概念去思考如何使用填补。另外，水池里的浊水稀土呢，也是填补与补充矿物质的来源，真的是不用担心。挖掘土壤过程需要大概计算需要用到多少土，不用一次挖起，分批次挖就好，不然还得增加一次挪动的劳力活。反正就是需要多少土就挖多少，唯一只需要把净土跟杂土分隔好。挖掘完毕后，就可以正式开始除草了。除草过程可参照堆草槽设置加速除草的影片，在此就略过，而来观看一下杂草下的隐藏物。这些蝸牛原本是躲在杂草下被集中在一起，因为一旁播种了紫薇小白菜，只要是细嫩的菜苗，尤其是在雨水期时，蝸牛的防范比麻雀更为重要。蝸牛不清干净的话，所有菜苗呢，很容易南柯一梦，一个晚上就全部被清光了。继续割下的则是红骨薄荷，在乡下常被使用在薄荷鸡料理，
算是一道名菜了。红骨薄荷的野性跟地瓜一样强啊，只要经沾到土，几乎就会存活。扦插当然也是可行啊，属于非常嗜水的作物啊。层层叶片遮挡下，可见土壤表面还是干的。堆草草的初步成效，连上方走道杂草也一起被堆草草收纳掉了。由于堆草草内还有可用土壤啊，拿来填补这一个转角，转角的位置并未种植啊，这是一个常犯的错误了。通常没有种植的位置就不会垫上土壤啊，地势比较低，会比较潮湿，就容易长草啊。垫高土壤的好处，不容易长草，就算长草，土壤不湿黏，也会比较好清除。大部修整完毕之后，就是细部修整了。先将走道上的杂草易制席拉起，摆到堆草槽内，将易制席上方土壤与草根清干净啊。时间有限的话，就用干刷的方式进行清理啊。当然，实际用水清洗会更为干净。接续进行走道调整啊，右侧微往内缩，左侧则略为加宽啊，并将走道整平。走道会略为积水的位置，在日常下雨勘摘时就可多注意了。刨平的方式，从高处往低处刨的效果会比较好。根据过往经验，利用锄头刨平的过程会越刨越深啊。从高处往低处刨，比较容易自然形成高低落差。而要刨出笔直的走道，有个小技巧啊，累了可以休息，但是别左右前后换手啊。换手后施力的角度会不同啊，导致换手处会出现明显的连接点啊。换手越多次，自然就很难笔直了。最后再重新回铺及固定杂草易制席，这一区整个修整就接近完成了。只差这后方清除杂草后的土壤表面，这土壤表面上的隐分与草籽呢，再度刨起往堆草槽送了。进行松土、晒土、消毒，或是要增添有机质养土，也是不错的选择啦。怕越扯越远，没完没了，就麻烦自己来了。而最后一道就是将堆草槽的杂草摊开，强日照下不用3天，杂草就可以非常干，更容易处理了。最后下一部影片该优先剪辑 A 或 B 呢？请选择。谢谢收看。